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挑衅不断，针对中方与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之间达成的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的仁爱礁运补新模式，连日来菲律宾多名高官矢口否认。就在8号，菲律宾主流媒体《马尼拉时报》却公布了中菲官员之间相关的电话录音和通话记录，狠狠地打脸了马科斯政府。 彭博社、路透社和菲律宾媒体7号表示，已获取中菲官员今年初达成仁爱礁运补新模式的电话录音和通话记录。菲律宾《马尼拉时报》8号更是在报道中直接公布了中国驻菲大使馆提供的通话记录。根据这篇题为《基于通话录音，菲西部军区司令同意中国提出新模式》的报道，通话的双方分别为一名中国外交官与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海军中将。 报道中附上的通话记录显示，中菲通过商谈确实达成了仁爱礁坐滩菲律宾船只的运补新模式协议。协议涵盖4点内容，包括菲律宾方面确认将会提前2天对仁爱礁任何补给任务通知中方，承诺只向这艘船只运送食品、水或其他人道主义物资。 此外，双方在执行相关任务时采取1+1模式，即各派1艘海警船和1艘民用船，并在执行补给任务的过程中保持密切沟通。深圳卫视注意到，通话记录脚本中除了中方陈述上述协议内容外，还包括一段中菲双方官员就具体内容反复确认的对话。 卡洛斯3次表示“我确认协议内容”，并明确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国安顾问阿诺和总参谋长布劳纳将军等菲方指挥链所有关键人物都同意该协议。报道还提到，2月2号，菲律宾方面采取这一与中方达成共识的新模式，执行了一次运补任务。当时，非武装部队发言人帕迪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菲律宾执行了完美的补给行动。 马尼拉时报这篇报道在菲律宾舆论场引发巨大震荡，包括菲律宾星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纷纷引用转载。深圳卫视注意到，在菲律宾媒体的评论区，一些民众留言表示，看来协议真的存在。 Carlos also allegedly said the agreement has the approval of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Chief General Romeo Bronner, Defense Secretary Gibo Chodor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Eduardo Año, and another name which the transcript redacted. 此前一直咬定中菲从未就仁爱礁运补达成新模式的菲律宾政府和军方，在录音内容被菲律宾媒体曝光后，再一次跳出来表示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外交部和军方的说辞有所不同。通话记录显示，非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劳纳明明对协议知情，他却在8号晚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声称不会尊重中方的说法，不承认卡洛斯与中方就仁爱礁运补的安排达成一致。 他还颠倒黑白称，相关录音和记录都是所谓伪造。菲律宾外交部一方面跟随军方说法，声称通话录音未经核实，但另一方面又对外辩驳，只有菲律宾总统才有权批准或授权其他官员就南海事务与中方签订协议。有菲媒质疑，这是否意味着菲外交部间接承认通话记录中提到的3名高官确实同意了协议？ 还有菲律宾媒体注意到，就在协议内容曝光的当天，负责与中方沟通的菲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开始休假。 Carlos went on leave after China's announced that the Western Command had a new model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management of Ayungin Shoal. The AFP's orders only indicate Rear Admiral Alfonso Torres as acting in the position. 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向深圳卫视表示，通话记录一经公布，确实引发了非国内极大的关注。他认为，近段时间以来，马克思政府一面在南海挑衅，另一面又在中菲君子协定新模式上发动舆论攻势，其实并不占理。而中方通过发布通话记录的方式，向菲律宾民众和国际社会撕开马克思政府的假面。这个新模式录音在菲律宾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近期菲律宾一直在南海挑衅，打破了过去与中方的默契，所以中国驻菲大使馆在这个时候发布这样的一个记录，是要让世人清楚菲律宾出尔反尔、不守信用。
值得注意的是，率先爆出通话记录脚本的菲律宾媒体是非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拥有100年历史的马尼拉时报。该报与非前总统杜特尔特关系密切，在其执政时期被认为是代表菲律宾官方观点的英文报刊。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5月，杜特尔特曾任命马尼拉时报的老板、荣誉主席丹特安敦为菲律宾总统国际公共关系特使。2022年卸任菲律宾总统后，杜特尔特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马克思政府开始倒向美国，在原本风平浪静的南海上频繁挑事。自去年上旬开始，马尼拉时报多次刊载杜特尔特表态，批评马克思政府搞砸与中国关系。